给到的2个英雄是盾山跟孙小香，那估计是要第一局直接出了。没错。那他的班位应该会针对这2个英雄去做一些班 pick， 我觉得大帅的苏烈得尊重一手吧。因为大帅的苏烈今年还没输过，是很猛，而且打盾山是有一手的。没错。或是张飞这种英雄，但是他是第一班是先给了裴擒虎，先给了个野河。没错。 他怕对面去打这种强节奏，包括火舞这个班位，其实也是同理。是的，空空儿也没有班。那这个盾山加孙二山，他前置位不一定选啊。看一下 AG， 他班的是海月加上曹操，然后 T 速是蓝骚王以选代班，先拿一手大司命，先把大司命拿走，因为他们选择了盾山和孙二山作为天命英雄之后的话 ，AG 是不能班也不能选的。对，那 AG 的选择就是空空儿，或者说预判对面。 直接预判嘛，苏烈其实有点怕大司命的，但是阿古朵是能打大司命的。然后苏烈更多也是可以去预防一手他们选择到盾香。也说到大帅的苏烈啊，在今年17战17胜，相当恐怖，相当恐怖，相当恐怖。那我觉得 T 速他可以不选，但目前他这个配置好像是要拿盾香。因为如果不拿的话，因为天命英雄这局你用了就用了，没用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机制你已经。 用过了，没错，就已经生效了。现在是又锁了一个吃叉，大概率的话，这个吃叉应该是对抗路在野去玩。对，然后这个选位的话，就是后边要拿了。没错。AG 的话，则在中单位置上面给长生拿了一手嬴政，这一套阵容其实也是 AG 目前前3手他们自己非常熟悉的一种风格。因为他作为红色方的话，就是你出一手我出一手，我就对着出嘛。你出大司命，我出阿古朵，然后苏烈预判一手。 对吧？提前拿，万一你后边扳我呢？然后你又出了吃叉加沈梦溪，我就对着你的沈梦溪出一手嬴政，抢线权，后边再扳掉关羽。他还是预判一手这个吃叉可能摇摆，对，防了一手。这就是选择天命英雄以后，作为被挑战那一方他难受的地方。就刚刚我们在博弈的过程，也是其实是战文玉教练他在思考的过程，对面到底要选不选？ 他是个问题，他有可能最后他不选了，他换了一套，比如说换了个张飞之类的，他突然转阵容了，对，那你也是有点懵的。那张飞也搬了，空口儿也搬了，就是我已经做好了一个打你盾香的准备，那这样的话，要不你就是把这个盾山和孙二香去用掉。那 T 速的班位全部给到了轩然，马超、狂铁、老夫子，但是曹操没有搬啊。对，曹操是 AG 前置位搬了。是的。 现在就是 AG 的选择，夏洛特。美丽的事物总是很棘手。这个阿古朵也有可能摇摆，但大概率会走打野。最后一手相当于是给一诺康汤卫，应该是要使用了盾香，要保自己的一套强势阵容。这样他下路大概率会做优。不过因为 T 速他的班位没有给到一手，没有给任何一个射手，所以 AG 的。 这边射手还是很好选的，正常就是盾山，那个戈亚打那个盾香，对，选择了虞姬，这把虞姬是作为一个抗压位啊，或者是开局做换线，让夏洛特下来抗压，然后他们打上半图，要不然就是苏烈上来直接卖被动去下路跟对面打，对。 因为中线两边差不多，主要是看中路谁先支援过来，对于下路的这个格局会产生影响。这把在单纯的一个下路的对线上面的话，如果是捆绑打体系，T 速这边的一个盾香，它的对线强度一定会更高一点。而 AG 的话，它选择出来的则是一个相当于中野辅去支撑自己双边发育的阵容。是的，就这个思路跟 ED 节目，就上一场我们看到 ED 节目那个 BP 思路有点像。对。 不过，我觉得 AG 这一把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，它的中野辅上面游走位置，第一把给大帅拿到的是他今年没有输过的苏烈，且打到的又是对面盾香这样一套组合。最能带动节奏的苏烈，不管是在路人局还是在比赛当中，这个英雄出节奏还是非常厉害的存在。没错，然后同时又给到了今年胜率如此恐怖的大帅。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局的一个对抗上面的话，大帅这把的苏烈可能会成为一个重点。是的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然后另外一边在 T 速他们身上的话，今天一上来，明显就是有备而来，是希望说在第一小局是使用到自己的一个天命英雄，然后去保证自己能够用自己擅长的体系，看看能不能够去打一个对抗。
这把因为他们的中野辅选的也很强，所以在中轴的对抗上，T 速是在前期就可以凶一点。没错，尤其是这个大司命还挺 counter 苏烈的。来自 KPL 赛道的成都 AG 超玩会对战到来自女子赛道的 T 速。这是一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非常有意义的比赛。也看一下两支队伍在今天结束以后的一个故事了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 T 速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被动被打出来。那上来的第一波碰撞上面的话 ，T 速还是通过抢草先去打了一下大帅的状态。因为双方都选择了辅助先来中路看一手。没错，当时 KK 这个大司命他的站位是想反一波 AG 的小野，但是大帅就是不让。你要么把我被动打出来，对，他一直拖延时间拖到了中野的阿古朵都拿红 buff 了，过来还是保住了小野。就前期就是可以通过速度下被动路直接闪现推回来，推回来找到盾山，盾山把人给背开，但是没有配合上啊。阿古朵大招并没有砸到，甚至盾山的闪现都没有避掉。AG 第一波动手的还挺快，但并没有出节奏。这样大帅的被动以及闪现全掉。没错，那前期能好出节奏的英雄，现在已经不好出节奏了，进入到了一段休眠期，他需要等待自己的闪现和被动。没错。那接下来 T 速可以在中路更凶了，而且这样他在发路的对线上面的话，也会打得比较舒服一些。因为发路 AG 最后的考量还是选择了一个能兜底的射手，前期就抗压，这样可以解放自己的苏烈。可以跟着中野辅去搞事情，然后刚才第二轮野区刷新的时候 ，KK 还是跟怀沙两人把那个山豪给控了。开局 T 速的布置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利用了自己这套阵容的强势点。下路也是直接接线过来压一下，一直在捆绑的打盾象的一套体系。T 速在之前女组公开赛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是一个3连冠的成绩嘛，首先他们的人员是从23年开始没有变过的，配合比较默契。同时的话，在今年他们的比赛当中，线上双循环当时是10场比赛只输过1场，而且7场是零封的对手。就他们在整体的女子赛的赛道当中的话，是有比较稳定的一些体系的。对，他们在女子赛道当中也是有比较强的压制力的。没错，就他们前期会有一些思路和布置。这波技能状态的互换 ，T 速要吃大亏了。看到 AG 这边反应的非常快，然后中艺和长生这边打了一个很好的反消耗。上路想单杀，轩然追得很凶啊，再也直接往后走。再也没有说慌乱啊，他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交了一个1技能走，并没有把闪现就给交了。没错。哎，这个位置被蹲了，开起来，顶回来，可能要死。直接虞姬踩，一诺拿到第一滴血。像一诺拿到了1血。本来是一个抗压射，但其实 AG 这盘他所有的方向全是围着发育打，没错，在压对面的发育。而且这波看大帅的位置，从后方直接挤了过来，冲了波视野出来，闪现过去，顶2个。但是阿古朵第一神没大招，没办法跟控，很凶啊。对 ，AG 今天一上来，他闪现刚好就用了。对，上路轩然打的也很凶，交闪就是追着想单杀，就进行一场全力以赴的对抗。没错。没有任何容错率，上路再抓一波，但是盾山此时也赶了过来，他们感觉 T 速是4分钟换节奏，他不要拢了，直接50抱上推你的对抗路一塔。没错，他们的这个节奏布置也是比较紧密的。对他们有提前量，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跟 AG 去打这波4分钟的架，但理论上他这个阵容是可以去接4分钟的架。没错。AG 这边的话呢，则是先把这个暴君拿到手，然后下路也是直接把这个塔给拔掉。那这样 AG 是多赚了一条龙，并且这个第3轮的野区的速率，中艺也是要比对手快的，他吃完红了。
那边大司命还在吃蓝 buff， 然后看了一眼对面的红，刷了。还有就是在整体的经济上面，因为 AG 它本身就是一个运营独一档的队伍，它现在整体经济已经领先了2000多了。就算前面你击杀数领先他，经济都不一定领先。就是目前为止的5分钟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T 速的准备和 AG 的冷静。对，看到有备而来啊。对，一诺也是目前的全场最高经济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这场比赛进行之前模拟了多少次第一场的 BP，包括这个开局设计思路。对。那上路的话，因为 T 速抱团抱的过于频繁且紧了，导致了他的边塔被破的有点容易。而他这波目前来看，想换下塔的话，可能会遭到 AG 的反打，因为 AG 上路能传也能支援过来。但是阿古的选择收野区，虽然选择了去带你2塔，1塔换2塔，这样 AG 选择了不硬打，但是苏烈这个位置被刘交闪，但是侧面的话，吃叉也跟了上来，就是要给你打出了一手被动，然后这边的话直接砸出伤害，大帅没了。是 T 速抱团抱得非常紧啊，一直都是5个人在做一件事情，执行力也非常强。对的。但是 AG 并没有说因为这一波来产生他们的决策，继续让渲染带上。就还是同样的 ，T 速就是要不断的去打进攻，而且他们都是抱多人，说我一直给你打成50的架。但是 AG 的话，他就是冷静的去处理整体的一个运营。这样 T 速防守中1的路被回卡了一手，但没有受影响。但是对上这波闪背，直接背到了对面的一手渲染。渲染这里吃到了结果，开出了闪现加苍穹，但是吃叉进去稍微有一些激进了，被长生给收掉。然后侧面的话，一诺的输出环境非常好，直接追着点再加一键 KK 也倒。这波确实再也有些急了，太想杀渲染了。对，他期待这一刻的交手，期待了很久，在这一瞬间看到渲染血量见底，又没有苍穹，没有闪现的情况之下，他直接交闪上去。想杀，他觉得可能是个机会，但就算他杀了，他自己也得死，而且他还没杀掉。看这波苍穹，再也是1闪上去接2。但是画面回到正面，你会发现孙尚香已经被中立的阿古鲁给击杀掉了，射手也死了。那这经济差有点大了。这波我刚刚是听到 AG 有一个奔狼的声音，应该是大帅，对，刚做出奔狼不久。整体现在 AG 的经济已经领先了非常多了，6000的经济领先。因为 T 速他在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50，他50打的话肯定是占优势的。AG 并没有强行接盘，能卖则卖，然后他做另外一侧的止损，就导致了即便你杀掉了我5个人抓一个，你抓掉了我一个辅助，但是你资源经济上都不赚。对。但是 AG 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打了一波架之后，他有线能顺势推你的塔。对。所以你看 T 速。他推塔的速率就没有 AG 快 ，AG 打赢一波之后，你的塔差不多快外塔没了，然后经济差瞬间拉开。而且这个时候进入到 AG 的一个抱团期的话呢，就可以不断的利用嬴政这个点去打消耗嬴政加阿古鲁。现在8分钟的时间 ，T 速所有人被关在了高地位置，很难出去。阿古这一拍，然后虞姬一踩，大孙直接被秒掉了。但是盾山这一背又被到了一手苏烈，苏烈这个位置的话有点难受，被动被打了出来。只是掉了个被动，有阿古鲁在还可以强行去磨塔，而且上路还有小兵。现在离10分钟时间还早，对于 AG 来讲还可以继续压高地。然后吃资源，回去收龙，就不断的滚雪球。他们不想放弃这波兵线，还想再进行一波推进。对。其实外边有龙有 buff，AG 完全可以先收的，但是对面第一时间是人不齐，所以他想抓住这波机会先破双攻。中路的高地破掉，然后下路的话，长生直接开大做了一波掩护和消耗，然后再撤退，高地也掉。T 速想打的话，只能在这个阶段 ，AG 想撤的时候去留人。这局整体的破高时间是比较快的，但如果不打的话，这一下子经济差就要被拉开1万以上了。没错，因为他把 T 速的野区一收，再把自己的野区一收，龙一收。这个经济差就太大了，大到现在正面团 T 速暂时接不了。10分钟的龙团上面的话，也同样经济差太大，要看一下 T 速的选择。但其实，在今天前面的一个铺垫当中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觉到，就是今天 T 速他就是奔着说我要跟你打架去，因为运营是运不过的嘛。对。现在整体的射手对位经济其实差的会比较多啊，因为伊曼他这一把的话是 T 速整体的一个大核心，但只有5800的经济。但是你看一诺的经济7800，3000的经济领先，2000的经济领先，一个大线。
正面大司命已经扛不住了，有点扛不住。直接被阿古的击杀，再来杀一个，中间2连击破还能追，逼出了沈梦溪的闪现。但正面的话，这个线叱咤想绕，但是正面根本顶不住，这个竞差太大了，相当于 T 速现在打团没前排。对，在阿古朵、嬴政、虞姬这些手长英雄面前，都是会被白打的。现在我感觉 AG 甚至是想一波，想一波的意思。他有3路的兵线，1万多的经济领先，要宋谢先进来。稳扎稳打，嬴政大招先开，然后苏烈这边闪现过去，把人顶回来，配合上爆发，伊曼这边直接被击杀掉了。然后下路兵线进来之后，成了2连击破，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。这一局比赛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内容。就首先 AG 的话呢，他们今天一上来是一种非常沉稳的姿态在迎接这一场挑战，然后同时我觉得在前期很多